李长寿笑道：其实这也是随机应变，只是咱们先将所有的准备都做好，待对方出招，自可以见招拆招。长庚所言甚是有理，你一人穷尽心力，当真十分不易。哪怕此事最后不能攻城，也当记长庚你一份大功。若事不成，当有罪责，何敢领功？陛下且放心，天命在天庭，在您身上，小神这般只是顺势而为。善，有长庚你谋划此事，吾心安矣。玉帝的这一声感慨倒是由心而发，随之又道：长庚啊，与你正神之位的旨意再有3年就将落下，吾已封你做四海海神兼天庭督军元帅一职，位列东穆公之后，你看如何？李长寿连忙起身做了一个道揖：哎呦，小神功劳未立，不敢得如此厚赏。正是因为你功劳还未显，所以只能给你这般神位官职。玉帝笑道：天道神位总共分为6阶，这不过是第4阶。待龙族上天之事成了，你便可直接与穆公一般入第2阶之位，如此才可服众。李长寿这才是稍微松了一口气。感情督军元帅并不是什么大官啊，吓他一跳。给我的位置越高，以后要谋划的事也就越多。我虽然不懒，但也不是什么工作狂啊，没事也不会给自己找活干。更何况捧杀亦为稳道之大计。陛下，小神斗胆，可否请您讲讲这个天庭神位？李长寿面色凝重，臣也好今后有个准备，以免得冲撞了哪位。长庚，你还真是谨小慎微。也罢，近日闲来无事，我就与你好好说说这天庭神位。当下玉帝亲自做起了解说员，将大半出自他手的这一套神位设定完整的讲出来。玉帝划分天庭神位的方式略微有些简单。神位与官职有所不同，神位6阶，道祖3卿超然天地之外，不计入其中。第1阶便是玉帝、王母、老君，第2阶乃是东穆公这般的南仙之首，比较典型的还有四御这般实权封疆大神仙，只不过此时四御之位都是空缺。第3阶，真君天王的后缀都算，各部主神位也在此列。第4阶为各位星君、各部正神，负责监察周天运转，维持天道稳定。天庭册封领军超10万的元帅也算入此阶神位之中。第5阶、第6阶那就比较杂了，主要是2、3阶正神的辅神。此外还有天庭仙力、散仙不入品阶。各部主要是指雷、火、斗、温、斗、太岁、财等8部。星君大多指的是28星宿，神位与实力无直接关系，只是代表在天庭神位体系中的位置，决定各自能够得到的待遇，以及天道功德奖励的多寡。李长寿心底暗自计算，发现玉帝划分的这6阶神位其实可以更细致地划分为9阶、12阶。不过从玉帝讲述这一套体系时，言语中所表露出来的淡淡自豪感，这就是最完美的神位体系了。老铁，没毛病。自己上天起步就是第4阶神位，倒也是李长寿没有想到的。主要还是因为现在天庭正神之位大多空缺，玉帝随手就甩了一个高位。李长寿一边与玉帝谈论此事，一边就在心底思索，忽而灵光一闪，发现了关键之处。此时玉帝所做的6阶神位构造所对应的众多神位，莫非就是今后封神榜之中所要填补的那些空缺吗？那
自己若是影响到了玉帝此时的构想，增添缩减调整各类神位，那岂非就能够直接影响到封神大劫？李长寿心底刚刚冒出这般有些疯狂的想法，就把这个想法直接摁死在了心底，顺便挖了坑埋严实了，不忘跺上2脚。没事瞎算计什么？封神那是亮节，哪能是自己一个小小的堕仙门普通元仙境弟子能够参与的？与玉帝聊了一阵儿关于神位之事，李长寿就发现玉帝弹性渐浓。此时外面正是华灯初上，玉帝笑道：长庚，你我不如去外面走走看看，这世俗我倒也是来得甚少啊。陛下既然有兴致，小神自然奉陪。是否要小神先去安排一下？不必，安排什么？还是原汁原味，最有味道。李长寿笑了笑，在玉帝身旁跟着，离了后堂，朝着海神庙后门而去。玉帝到底是来做什么的？应该是有其他的深意，可是我试探了几次，总是不明所以。反正总不可能是闲着无聊来找我聊天解闷的。刚要出门，玉帝的化身略微皱眉，看向了后院某处角落，那里有一道黑影，迅速隐藏于黑暗中，悄无声息地消失不见。长庚，你这里似乎不太安生啊，让陛下见笑了。李长寿传声道：有人在盯着小神这海神庙，这般已非一日，小神早已经习惯了。哦，玉帝化身眉头越皱越深，传声问：特需人手相助？谢陛下挂念，小神此处并无大事。小神在此地的都是化身，他们一直也只是探查。你不说啊，我还差些忘了。玉帝化身轻笑了一声：走吧，今夜出了这扇门，你我就莫要传声了。我喊你长庚兄，你唤我一声日天兄，今日就在这凡尘好好走走看看。陛下您能不能换个名字呀？您这2字当真是有些难以启齿啊。不过这也是自己想法太复杂。李长寿依言而行，口中日天兄日天兄的喊个不停，让玉帝的心情更是舒畅。也不知是否真的凑巧了，还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。李长寿正陪着玉帝在街上散步，看一看人间风景，逛一逛人间的夜市。玉帝似乎对每件事物都兴致勃勃，尤其是糖衣、糖葫芦、面谱这些小东西，表露出了浓厚的兴致，不过却没去尝试。李长寿自然只是在旁陪玩、陪逛、陪聊天，静静等待着玉帝开口说出真实目的的那一刻。正此时，一缕熟悉的闻声钻入李长寿的耳中。玉帝化身目光扫过高空，随手震了震衣袖，一抹淡金色的仙光在他的掌心消失不见，下一瞬就出现在了空中，戳破了一只血纹。长庚，你这里当真不安生，我心里担心的很。你当李长寿想一直待在这儿啊？你要是给他搞一个兜率宫的入场券，他肯定第一时间就搬过去了。玉帝陛下到底是来做什么的？目送着玉帝化身驾云升天，李长寿心底的疑惑一层又一层。这2天我都陪着玉帝干了些啥？逛街、聊天、谈天说地、游山玩水、策马奔腾。我堕仙门新晋元仙境的小弟子，龙族的狗头军师，南海海神，人教小法师做了2天的男陪玩，这难不成我上天任职之前，天庭对自己的终极考核就是是否能陪玉帝游山玩水？哎呀，这年头这迷惑行为当真是太多了吧。3年后，李长寿沉吟几声，开始细细盘算此事。这是玉帝这一次下来巡查给出的唯一一个有价值的讯息了。3年后旨意就会下达，这比李长寿所料的要提前了不少。
之前不是说那旨意需要100-200年才能凝成吗？莫不是给我开了天道下载加速通道，提前安排上了？不过在此时让天庭正式介入龙族之事，倒是不错的节点。我数十年前就做好的一点小计划，也能提前派上用场。李长寿等了一阵儿，一直躲藏在远处的蚊子小心翼翼地飞过来，落在李长寿的肩头。大人，刚才那位功德化身是……有些事有些人不要多问，能让你知道时自会让你知道。李长寿温声说着，文静道人顿时有了答案。文静道人径直说道：是属下多嘴。大人，西海龙宫即将选派36名龙子龙女拜入三教道成，半数要拜入总共6家的人教道成，此乃西方教算计，是一个名为金蝉与属下差不多根脚的凶灵所提。这批龙子龙女会被西方控制，找准机会惹怒三教道成，从而让龙族陷入孤立无援之态势。李长寿缓缓点头。麻烦你了。这是属下能做之事，属下告退。血纹化作了一缕血色云雾，渐渐消散。李长寿又补充了一口三昧真言，将这云雾彻底燃尽，不留半点痕迹。文静道人似乎变了许多呀，怎么可能这么容易？正所谓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文静道人此时不过是在自己面前表现出了自己想让他表现出的样子。这般凶恶之灵，李长寿是绝对不会相信。他被自己灌输了一点成功学，就变成了良善之辈。又在海神庙各处检查了一阵，这具指道人悄然回归地下指道人小院中，在相思宝树旁坐了下来。灵山脚下蚊子洞中，盘坐在床榻上的文静道人缓缓睁开那狭长的凤眼，眼底带着几分疑惑。刚刚如果他推算的没错，那个几乎完全是功德构成的化身，应该是道祖的童子，与圣人同辈的玉帝昊天之化身。玉帝、人教、海神。第一次接触南海海神时，海神给他画的那些饼，现如今已经是切实地展露在了他面前。大教之争，乱局难控，文静道人渐渐地有些看不懂如今的局面了。哼，本女王大人就先跟着你混些年头，再观后事如何。不过这家伙此前说的那些话，倒也蛮有道理的。本我的追求，我这么多年到底在追求什么呢？文静道人的双眼渐渐变得空洞迷茫，他慢慢地从盘坐变成了侧躺，又渐渐地将身子蜷缩了起来。这洞府有些空旷，只有些许滴答的水声轻轻回荡。还好李长寿当时只是拿了几个小问题，若是拿出3大终极问题，我是谁，我从哪儿来，我去往何处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。玉帝的化身离了安水城，整个神都是元气满满，心底无比舒适。跟长庚爱卿巡查凡俗之事，竟也是这般有趣。玉帝轻笑了一声，并未急着回返天庭，而是驾云朝着东北方向而行，用仙识注视着下方凡人的生活。仔细琢磨，长庚爱卿的每句话似乎都能刚好在点子上，不露讥讽，却又让人回味无穷。妙啊，妙！长庚爱卿从哪练就的这般为人处世之道？若是可以让天庭仙神都学上一学，我这个玉帝做的肯定不会枯燥又乏味。这一路走过红尘，玉帝突有所感悟，看到了一条修行之道。这条道此时还有些模糊，并未显露真正的踪影。玉帝也只是有所感悟，而无法确切地握住。红尘世俗，莫非还有无的机缘在？玉帝化身挑了挑眉，却也没有多想，驾云朝着高空而去。玉帝自然明白，
自身有天道压制，绝对无法迈入圣人之境，而自己又有天道守护，圣人之下无人可伤。与其花心思在修行上，不如全身心地投入到三界管理。这一路行踪缥缈，云雾翻生。因玉帝化身回返天庭时，已是在东胜神州与南赡部洲的交界处，去的自然就是东天门。顺便呢，还能够考核一下东天门守门天将。待玉帝化身飞到了东天门附近，禁不住轻轻皱眉。堂堂天庭的东大门外，怎么还躺了一个？东天门前，一道身影躺在云路上，像是在呼呼大睡。几名守门的天将眉头紧皱，那群天兵也是一阵咬牙。而在天门不远处，几名老者蹲在一朵白云之后，一个个遮着自己的面容，显然是没脸见人了已经。躺在那儿的青年道者天仙境修为，躲藏在远处的那些老者之中，有一人还是金仙境高手。这是哪般阵仗？玉帝化身皱眉向前，到了那东天门前。地上躺着的那青年天仙还睁开眼睛看了眼玉帝的化身。华大哥，这是从外面刚回来。有天将在前打着招呼，抢颜笑了笑。不错，出去办了点私事。玉帝化身问道：这是怎么回事？嗨，别提了。一名天将叹道：外面这家伙还是个痴情种，因为看上了咱们天庭瑶池中的一位仙子啊，就非要过来加入天庭。兄弟几个不让他进去，他还就在这里躺下了，耍起了无赖。玉帝化身也是一乐。啊，他看上的是哪位仙子？一位天将向前传声道：是王母娘娘驾前的掌灯仙子，此前100年只有这位仙子进出过东天门。玉帝略微点头，又道：那为何不将他赶走？这个……一天将苦笑道：万年前通明殿就有令传下，若要有人想入天庭为兵将，就将此人带去兵阁受审。按规矩是要放他进去的，可他动机不纯，来路不明，这般情况咱也拿不准，不知道该赶还是该放。